第10幕为各位介绍的是后殖民理论阵营中的3天王、1天后 Fanon、Said、Spivak、Homi Bhabha。我们现在在第一场先来谈 Fanon。提问。那我们首先会谈什么是主体，什么又是认同。那Said跟 Fanon 这2个理论大师在Fanon 提的黑皮肤与白面具及Said 提的东方主义，将是我们这个课程这一场主要的一个重点。那现在请同学提问。后现代的各种理论中，常探讨各式各样的主体与认同。究竟什么是自我的主体及主体性？主体性跟我的身份认同有何关系及区别呢？后殖民认同跟他者有什么关联啊？为什么在后殖民论述中，西方代表自我，而东方代表他者呢？老师，迪士尼动画里的花木兰算不算一种东方主义的现代产品啊？好，谢谢同学的问题。那同学的问题带领的是我们去思考后殖民论述的时候必要的一个主题跟一个问题，因为它要牵扯的一定是主体认同，甚至自我跟他者。那这样的一个论述框架，才能去激荡出后殖民有什么样的模糊或者是混血的空间。那事实上要了解什么是后殖民，不然台湾就充满了后殖民的一个生活情境。在日本殖民50多年前，在台湾殖民离开之后，台湾就进入后殖民。那台湾的后殖民事实上凸显的是全世界一样的殖民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宗主国或殖民者离开你的殖民地的时候，他的部队、他的武力、他的政治离开之后，可是留下来的是文化、是语言、是生活模式、是思考样态。那这些东西不会随着宗主国或殖民者离开而离开。比如说，在台语里面，我们就很多的赖打或者是 tomato 这是 lighter， 实际上跟 tomato 这样子，上次就英文翻成日文，日文又翻成到进入台语。那也就是说，台语到处的很多日语已经是日常用语了。那同样的，在台南市，当时的事实上是当时的在台南执政，他们殖民者在台南的一个首都叫做府城。那在台南可以说是全台湾日本料理最多的地方。我可以这么说，它的密度到台南人爱吃日本料理，就是一种文化的遗产。殖民者文化的遗产，那它已经融入到当地的生活，所以后殖民要处理的永远是如何去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殖民者宗主国中间很多复杂交织的一个文化跟历史，还有主体性身份的认同的产生的问题。所以对后殖民而言，后殖民是基本上是一般所指的是回应那殖民或者是帝国主义的一套论述。那他经常借由我们前几周学到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论述，来去检验、来拆解、来探讨这个殖民者带给我们在被殖民者之间的产生的文化、经济，甚至剥削、暴力产生的各种问题，延伸的各种问题。那在这个整个后殖民论述里面，我们公认就是3天王、1天后，就是我们这一周的这2个课程要学习的，就是 Said、Fanon、Spivak 跟 Homi Bhabha。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这场主要的课程，连续4个后殖民理论家，我们一一做说明。首先，我们来看看Fanon算是法龙算是我们后殖民3天王、1天后的最受敬仰跟尊重的后殖民理论家。那我待会会解释为什么。因为Fanon他事实上是出生在一个法属的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岛。那这个岛事实上在差不多在波多黎各再下来一点，
所以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被殖民地长大的一个被殖民者。那他的父母亲又来自了非洲的奴隶，所以他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被殖民者的一个身体的身份认同。那可是刚好他年轻的时候遇到2次世界大战，那他就被征召去了代表法国去到欧洲参战。那战争结束后，他成了战地英雄那就在法国待下来，有很认真也很努力的把讲了一口的流利的法语，并且把这个读了医学院的精神科，拿到了学位，甚至到了医院当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上流社会，用这样的形容词吧，在法国里面的一个医生。好，那这是他前半部的一个生活。那他成为一个法国人都把他当作法国人一份子的一个黑人的一个医生。可是后来他发现了他的认同，就是黑皮肤白面具的认同的撕裂，那产生了他最后决定要参加阿尔及利亚，他去参加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一个独立的革命。因为那时候阿尔及利亚还是属于法属的，可是他们已经为了独立而流血流汗，抛头颅洒热血。那他就放弃了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优渥的待遇跟身份，去参与了一个被殖民者的一个独立运动，成了一个革命分子。那他晚期得了白血病而往生。他往生的时候刚好是他36岁的时候，就在1961年，隔一年阿尔及利亚就独立。所以他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也有所贡献，不只是在我们后殖民的论述上面。好，那我们来看 Fanon 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有什么样的重要著作。在1952年，他的经典代表作就是《黑皮肤白面具》59年有《垂死的殖民主义》，61年有《大地的苦难者》，跟60年有《迈向非洲革命》。从这几个书名，你可以看到他一生的论述的牵挂都在一个殖民者跟被殖民者之间。作为一个人性的一个人道主义关怀者，他关怀的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暴力结构所压迫的人民的一个生活的样态。那他的代表作当然就是《黑皮肤白面具》（White Mask），Black Skin and White Mask。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代表作是《大地上的苦难者》。我们这次的课程将专注在他探讨他第一个经典代表作《黑皮肤与白面具》。其实法农跟其他的后殖民的理论家面对的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哲学、在社会学已经被问了1,000年，在未来的1,000年也将继续追问下去，就是 Who am I？ 我是谁？那对后现代及后殖民的论述者以阶级角度切入的时候，他就有所谓的这个阶级的主体是什么？那我的阶级的认同又是什么？作为一个殖民者、被殖民者这两个拉扯的力量，我产生什么样的主体？那我又产生什么样的身份认同？是我们这一堂课要提的。那我们所谓解释一下何谓主体，那什么又是身份认同？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主体 subject 事实上可以分为2个面向或是2个角度视野来看。在纵观从柏拉图以降到后现代的一个论述，可以分为2大类处理主体的2个属性，一个是内在性的主体，一个是先验性的主体。先验性的主体就柏拉图以降，像到康德甚至到黑格尔到晚期的列维纳斯，我们都承认，在我之前，我成为我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主体性，那个主体性不会随着时空，不会随着我的成长过程、社会的变动而改变。那个就是主体这个英文这个字，它的字源学叫做 thrown under， 被抛在地下。作为一个基底，所以主体作为主体，它有一个基底，那个基底是永恒不变的。从先验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底就是主体的一个最基本的主体性。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灵魂。相信灵魂的人，就相信我有一个很独特的
自我的一个基底。不管从小到大，不管我到哪里，我的灵魂永远是我的灵魂，不会改变。那这是一派的说法。另外一派说法对主体有另外一种诠释，叫内在性的主体。那这派主体不同于刚才谈的作为一个基底，一个 the site。那这一派认为是主体永远是一个 the doer 就是 actor， 你永远是 subject willing、subject thinking、subject acting、subject speaking、subject listening， 你是所有动作的主体。所以任何的动作建构了你一个主体的主体性。没有那个动作，没有那个动作的意识，你就没有自己成为自己。也就是说，我认识我自己，一定从小到大的经验，我知道我的意识。这个现象学讲的这个 consciousness is always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如果谈意识，一定是意识像一个容器，它一定有里面有一些东西。那我作为一个主体，我就是我的主体的意识。那我了解我自己，从小到大，我现在一定有了解我自己。各位也是一样啊。那你的意识里面建构的你是谁，那就是 doer 的面向。那这 doer 会随着情绪，会随着你时空的变迁，会随着你的当下的这个回应的对象，你会产生不同的你。但这个主体一定是你有一个意志在控制你的一个 doer 的面向，所以它永远是一个动态的，它是一个 ego， 像心理学就是说它会是一个 ego 的面向。那这 ego 里面建构了你做一个主体的一个实体的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大脑里面或心里面认识自己的意识，这个意识永远在动。那它不会像刚才的鲜艳的，它永远不变的灵魂。所以灵魂加上意识，事实上是两个交织的来认识 Who am I？ 我是谁的一个很重要的两派在哲学里面的一个说法。那我们来看主体又如何建构到一个身份认同。那其实不难，我是谁一定要先知道我是什么主体。我的主体一定来自我跟世界的关系。那我的世界的关系的建构出来的主体性像很多在台湾的政治人物经常会问一句：什么是台湾的主体性啊？什么是台湾的主体性？那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主体建构了什么样的身份认同，它背后的含义的多元的意象，那都有历史、文化、宗教、移民各种的视野建构了你的主体性。那在这里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刚才的鲜艳型的作为一个基底的，就会是一个这个图里面本质主义。那我的认同就是一个本质主义，我有一个普世的一个人性，然后我作为一个我成为我的一个基底。那像宗教的认同建构的一个主体，或者是我们鲜艳哲学或柏拉图这样的一个形而上学，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一个身份认同建构的主体。而我们日常生活到在后现代理论是另外一类学，叫建构主义。那建构主义里面谈的就是本质并不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样态。那我认识我是因为我的经验我的生命具体的实体不断的借由我读书、我写字、我看电视、我做很多的日常生活，建构了我的经验意识，然后我了解我的sense of belonging， 我的认同，我对我家里的认同，我对我的社会的认同，对历史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宗教认同，对性别认同，这些都是建构来的，它会随着时空而改变。那这就是我们有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是这样子一个论述框架底下谈什么叫做身份的建构。好，用一张图来很简单的说明，就是人活着 Who am I？ 我是谁？永远是我的身份建构起来。比如说我有一个皮夹，那皮夹里面就会有我的身份证，我的各种 ID card， 然后或者我的银行卡片，或者学校的身份证，这些都是建构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这些身份，我就无法了解我是谁。所以我是谁永远是我的身份建构起来的。那你有你的性别，你有你的历史认同，你有你的家庭认同，你有你的族群认同、性别认同、宗教认同，周遭的一切认同加起来等于你是谁。
所以你把你的认同，你跟你父母亲的认同，跟你家里的认同，跟你文化的认同，跟你语言的认同都拿掉了，事实上你是谁变成是一个真空的样态。我们之所以了解意识有我是谁，因为有很多的认同，而认同记得我们上过福寇，认同都是 discourse 建构的，是论述建构的。所以在台湾，我们就是儒家的认同，温良恭俭让，那就会建构儒家的认同。这个认同不是书上教的课本，老师不断的提醒你的，而是你从小到大的生活样态，然后建构的你内化，福寇的内化之后的一个认同，成为你是谁。那认同拿掉，你也很难了解你是谁。所以认同永远是一刀两刃。我们一方面又不需要他的压迫，然后可是又需要他来理解跟社会跟世界的关系。好，从这个张图里面带到什么是后殖民的认同，就会很清楚了。那后殖民就刚才提到，以台湾为例，那我们有殖民者跟被殖民者的这样的身份。那我对所谓的宗主国或殖民者都有一种崇洋，一种膜拜崇洋的一个 sense of belonging。然后，可是我又对自己的本土对自己的根有一定的，也是有 sense of belonging。那后殖民的认同就是在两种 sense of belonging， 两种认同。我一方面又要想像宗主国一样，是一个先进的，是一种进步的一个样态；二方面，我要希望跟我的原处、我的根我的历史、我的本土的意识连结。那后殖民认同就是这两种拉扯产生的一个主体的认同。好，那以Fanon为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Fanon他我们刚才讲，如果他成为一个在法国一个有头有脸的讲一口流利法文的一个被殖民者的身份进入一个宗主国的国土，成为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个主体。可是有一天，他吃完午餐，然后跟同事到公园散步，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把他的整个这个从小到大建构起来的一个法国的宗主国的认同打在地上碎成裂片。那就是他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妈妈带着小女生，小女生竟然看到他之后，很快的躲在妈妈的后面，跟妈妈讲 ：“Look that nigger， 看呀那个黑鬼，妈妈快看那个黑鬼，我真的快吓坏了。”这个是Fanon 当时看到的现象。然后 Fanon 就说：“我当时快笑不出来了，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很轻松愉快的一个午后的一个散步，结果这不再是一个第三人，就是作为一个小女生一个第三人称来看到我身体是黑色的问题，我必须为我的身体、我的种族、我的祖先负责。所以他在那一刹那，他的白面具砸在地上，成为看到他自己的黑皮肤。那这个小女生就是砸她白面具的一个事件，因为小女生讲的话是最天真的，她没有社会化，不像其他的法国的其他的成人都会一个很礼节的来接受她成为他们的一份子。那可是小女生看到黑人就害怕，那也是小女生内化了对这样所谓黑人的一个恐惧。好，我们来看，以这样来讲，一个论述就是法隆指出，因长期受到白人殖民主义之压迫与洗脑，被殖民者就是黑人，在他的情境里，被迫将自身的肤色与负面的形象画上等号，并借由学习与内化殖民者的特质，也就是法国性，就是法国的语言，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然而，被殖民者终究只是殖民者的他者，无法获得殖民者之认同。因此，法隆指出，白面具宛如舞台上的自己，时常解放自身之欲望机器而展演，但唯有黑皮肤才是他真正作为一个被殖民者的真实的自我。因此，过分面的展演白面具，一方面无法改变被殖民者的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白面具甚至可能造成被殖民者身份认同的混淆，使被殖民者落入殖民模式的轮回，无法超脱。Fanon 就根据了他白面具跟黑皮肤的这样子的一个二元对立的论述，建构了
可以用这张简图来形容一种后殖民身份认同的一个困境，那就是我作为一个黑皮肤的被殖民者，那我戴上了白面具，那他用一个术语来讲，就是在心理学里面一个 authentic self， 就是我肤色的自我，以及我戴上白面具讲一口流利的法文的一个白面具的自我，那叫 theatric self， 戏剧的自我。所以它这两个自我不断的拉扯，因为中间有一个白人是我的宗主国的一个认同，所以它成为一个三角的关系，一个是黑人对白人的一个模仿，然后白人又对这个戴白面具的黑人的一个厌恶，然后戴白面具人又跟自己的同属的黑人产生了一个渐次的一个关系。那这三个关系凸显的是戴白面具者在白人跟自己黑皮肤人之中的一个 authentic self 跟 theatric self 的一个拉扯的一个样态。那这个样态也是整个后殖民一个认同论述的一个要面对的一个困境。